何制片，我是显赫的经纪人，我有一些疑问，出于保护艺人的目的，我需要事先向你沟通好。要是什么地方说得过了，希望你见谅。金哥，您太客气了。导演有事，我们能理解。显赫第一天进组，没有遇见导演，是个遗憾的事儿。可问题是，同样是主角，我们显赫住房的条件比其他主角差远了。您不觉得有点……没有，我这儿没有事儿啊，可可，什么事儿没有。显赫啊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你也应该了解我的脾气。我这个人向来对于工作的事情是公事公办的。金哥，我们的合同都是双方商定好的。您现在对我提出这个问题，是想说我没有按合同办事吗？合同是合同，你看看他住房，没有事儿，我没有任何事儿。可可，我就是表明一下我的态度。金哥，我说过了，咱们这儿来演戏的，有个地方住就可以了。有一下我忘了要说什么了也，那咱们就一会儿再聊吧。我这刚来，行李也没收拾，我得回去弄行李。一会儿我订了饭局，一会儿给你打电话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，拜拜，大制片人。行了你，走了见啊，一会儿见啊。哎，显赫，显赫，那个金童是不是见不得我们高兴啊？显赫刚刚来了兴致，他就拿话恶心他，居然还拿话恶心我，这不找我收拾他吗？久违的感觉，好久没有听到何妈妈这么啰里吧嗦的抱怨了。少说风凉话。如果你们何制片在晚饭之前不来找我谈话，你信不信？我和苏显赫马上会离开剧组，而且我还要告你们。那该死的经纪人搞什么鬼啊？何大，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好。金哥，何制片，你说话可不太好听啊。我说什么了吗？金哥，您想太多了吧？天下经纪人那么多，您知道我在说谁啊？哼，显赫，我可以和你单独聊一下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当着我这个经纪人说？因为我有些事儿要单独找金哥谈一下。好啊，我也正有事找你呢。请坐吧。金哥，您进组的时间也不短了吧？我想，应该差不多离开了。你这算是下逐客令吗？我金童在这个圈里这么多年，我还是头一次遇上这样的剧组，制片人对我下逐客令。那您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啊？因为你们怕我，我要是不在，你们就会欺负显赫。金哥，您太有意思了。您看我最近忙的啊，有件事儿我都忘记跟您沟通了。我已经跟贵公司的严总确认过了，说你们家显赫的经纪约好像在进组之前就已经到期了吧？而且也因为您的工作繁忙，应该到目前为止还都没有续约。您看看，作为资深的经纪人，连自家艺人的合约到期了都给忘了，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，严总好像最近正好想找您。想跟您探讨一下关于显赫上一次参加慈善活动、商业操作的名誉受损问题。我想您最近可能要比较忙了。你居然敢调查我？没错啊，正当防卫嘛。作为制片人，所有会影响我片子宣传或者发行的不利因素，我都有必要在事情发生之前解决它。这个圈子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刚好那么巧，严总就跟我像姐姐一样。何可可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我看在你是这个戏的制片人，我很尊重你，但是你没权利介入我和艺人之间的事。看我不顺眼是吧？我可以走。这个戏我们不拍了。显赫，这个破戏咱不拍了。走，马上走！冷静，冷静哥，怎么了？老刘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跟金哥聊一聊。好，
放心吧啊。说吧，哥，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破组有什么难的啊？拍戏到现在导演不露面，你再想想这些天你受的待遇。走，马上走。哥，我觉得咱们有些事儿是不是可以容忍一下？这个戏对我有多重要，你清楚。你从这个门走出去了，你还可以带别的艺人，我就没人管了。哥，你不是说了吗？说我的曾经的成绩是你的骄傲，你就不希望我再好吗？你听懂我话的意思了吗？你是想违背我的意志了？那个刘一门刚才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啊？你就不要再犯傻了。我不是小孩了，金哥，我有我自己的判断力。我告诉你了，我希望我能留下来，我也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决定。我是你的艺人，但我不是你的傀儡。你放屁！苏显赫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当初我从一群生瓜蛋子选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有判断力？当初你求我多给你创造机会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有创造力？我千辛万苦把你捧上位，现在你火了，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吗？我现在火吗？我的演艺事业到了今天这一步，到底为什么？金哥，你心里没清楚吗？你背着我做了那么多事儿，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吗？我是在讲情义，但我不是傻子。外边的人不明白，说我骂我，我可以忍；公司因为这件事雪藏我，我也可以忍。可那个时候，哥你在哪儿呢？黑锅骂名是我一个人顶的，你帮过我吗？如果这次不是因为你发现我有翻身的机会，你又回来找我，你会来吗？我吃里扒外，我这叫哑巴吃黄连。好，苏强啊，我真不知道你对我有这么大的埋怨，我不拖累你了，好吧？我开除你。你们的经纪约在进组之前就已经到期了，所以显赫，你现在是自由身。